美国总统拜登前脚刚从中东4国离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将于周二赴中东国家伊朗与该国总统莱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3边会晤。这也是自俄乌冲突以来，普京首次访问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美俄最高领导人相继访问中东，意在何处？为何在普京访伊之前，美方连续炒作俄罗斯求购伊朗无人机一事？来看看报道。普京将前往中东的消息是在拜登飞赴中东的途中，由克里姆林宫于上周3宣布的。俄新社当天以拜登前往沙特，而普京将前往伊朗为题报道称，普京此访对俄罗斯来说十分重要，普京将会见不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领导人，而这种结盟才刚刚开始。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普京周二到访伊朗德黑兰后，将与伊朗总统莱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要就叙利亚局势举行3边会晤。俄罗斯和伊朗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主要军事和政治支持者，而土耳其则一直援助与阿萨德军队作战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其他反派组织。近年来，为了结束叙利亚长达11年的冲突，俄土伊3国作为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一直在举行会谈。但有观察指出，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普京此次出访伊朗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俄乌冲突以来他的第2次外访，也是其首次出访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因此目的也不完全是叙利亚问题的谈判。俄媒称，普京此行有意加强3国间经济合作关系，同时也试图在石油供给和俄乌立场等方面弥合分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更直言，普京访伊朗是对拜登中东行的回应。上周，拜登在任内首次中东行中，为挽回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竟称不许中俄填补中东所谓真空。此外，拜登还企图通过把伊朗打造成中东的集体敌人，构建中东版北约。因此，在对美问题上，尽管俄罗斯与伊朗所求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打破美西方封锁方面，两个国家却是殊途同归。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东，特别是在拜登访问之后，实际上对于美国对于中东影响力的一种牵制，我们已经看到拜登对于中东的访问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果。中东国家和美国在国家利益上是存在着不一样的方面的，中东国家本身也要顾及俄罗斯在地区的关切和它本身的一些相关的利益，所以我们最终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平衡。不过，美方却认为，莫斯科正转向伊朗的真正原因是想要采购该国的无人机。在俄方宣布普京将访伊朗消息的前一天，白宫表示，伊朗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多达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包括能发射导弹的型号。伊朗还将训练俄军士兵操纵这些无人机，使他们最快在本月内就应用在俄乌冲突的前线。五角大楼背景的美国《星条旗报》紧跟白宫炒作说，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代表团接连2次访问伊朗卡尚空军基地，以检查他们为俄乌冲突采购的无人机。报道还煞有介事地称，伊朗军方向俄方展示了多种无人机，包括可以执行对地打击的型号，表明俄罗斯对采购这些无人机持续感兴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称，白宫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具有攻击能力的伊朗无人机正在卡尚基地附近飞行，俄罗斯代表团乘坐的运输机就停在机场。俄伊双方均对此表示否认。伊朗外长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直斥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则说，伊朗与俄罗斯现代科技合作可追溯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近期并无特殊变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对华盛顿有关无人机的说法不予置评，德黑兰峰会也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俄罗斯求购伊朗无人机的消息未经证实，但却反复撩拨着美国的神经。背后的原因无疑是伊朗无人机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开始研制侦察用无人机，并在战争后期投入使用。此后，伊朗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无人机研制和生产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无人机技术的提升与美国不无关系。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制捕食者系列无
无人机就曾因各种原因坠毁，让伊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当时顶级无人机的残骸，从而消化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2011年，伊朗又通过电子战手段成功捕获美国 RQ-170哨兵隐形无人机，高调对外展示后还进行了仿制。2018年，伊朗军方再次捕获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并在几年后推出类似 MQ-9的卡曼22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外界普遍认为，不断的捕获和仿制使伊朗无人机技术提高了几十年。目前，伊朗已装备多个系列的无人机，既有小型的自杀型无人机，也有大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今年5月，伊朗首次对外公开了新建成的第313地下无人机基地。该基地作为伊朗第一个无人机专用地下作战设施，存放了上百架来自伊朗空军和陆军的大中小型无人机，其中最先进的卡曼22可以携带空对地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和电子干扰吊舱。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该无人机的续航时间超过24小时，航程达3000公里。除了型号齐全、体系完善外，伊朗无人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拥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伊朗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多次被也门胡塞武装用于偷袭沙特阿拉伯军队和炼油厂，而伊朗的大中型无人机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身经百战。此外，由于和美军的长期对峙，伊朗无人机在波斯湾也异常活跃，经常执行跟拍美军航母战斗群的任务，跟踪距离近，画质也高。相比伊朗，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起步较晚。苏联解体后，无人机开发项目更是被迫暂停。直到2008年俄格战争，俄军才首次在战场上试验无人机，然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叙利亚冲突中，俄罗斯人使用无人机搜索恐怖分子，并为地面及空中火力平台指示目标等，不过数量也不多。俄乌冲突爆发后，无人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乌军使用土耳其制造的骑手 TB2 无人机摧毁了大批俄军重要目标。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发力不足的劣势却逐渐显现。在其近2000架无人机中，大部分是侦察用途的小型机，用于轰炸的无人机只能携带小型弹药，打击能力有限。实际上，俄罗斯拥有研发和生产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能力。最先进的猎户座无人机与美国的捕食者属于同一等级，但缺点是由于产能不足，数量很少，因此鲜少现身乌克兰战场。近期，随着西方海马斯火箭炮等远程精确武器出现在乌东战场，持续打击俄军弹药库和指挥所，导致俄军进攻节奏明显放缓。俄军最好的反制手段就是部署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而这恰恰是俄军的短板。因此，有观察指出，美国紧张的是，如果俄罗斯真的与伊朗达成交易，无疑会强化俄军在俄乌战场的监控、打击和侦察能力。一旦俄军获得伊朗制空时间长、搜索半径大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俄军就能更快反制乌军的远程火力，使得西方援乌自行火炮的战场生存能力大幅降低。哈马斯火箭炮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射程远，能够达到将近80公里。这样的射程已经超过了俄军的那个大口径火炮的射程，而且呢，他们基本上是打了就跑，无法给他确定位置。那么，如果他有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发现了敌方目标以后，经过分析判断，就可以迅速做出决策，对这些时间敏感目标呢，发动及时有效的精确打击。那么，乌东地区的战场格局很可能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上周六，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中东之行，返回华盛顿。出访前，拜登曾高调宣称将开启美国和中东关系新篇章，如今却两手空空而返。美国媒体评价称，这4天的访问凸显了拜登在中东政策上的彻底失败。值得警惕的是，拜登此行又试图忽悠中东国家选边站，比如在 5G 建设问题上，他就表示，如果美国和沙特合作开发 5G， 将取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以行政手段干预 5G 开发、利用与合作，甚至采取霸凌胁迫的做法，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六抵达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中东之行。由于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的中东首秀，吸引各方关注。拜登先后访问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并在红海之滨吉达主持了地区国家安全与发展峰会。但媒体对拜登中东行的评价与预测一样糟糕。路透社称，拜登几乎是空手而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周日指出，拜登没能从沙特获得增加石油产量的具体承诺，以缓解通胀，也没有在缓解巴以冲突问题上取得一点进展。他返回华盛顿时，没有任何可以向国内民众展示的成果。能源议题是拜登此行的重要安排。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9.1%， 创近41年峰值。其中，能源价格高企是造成美国6月 CPI 再创新高的一个主要原因。纽约时报指出，如何说服沙特增产油气资源是拜登访问中东公认的最大看点。然而，在拜登与沙特领导人举行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沙特方面并没有做出关于石油大幅增产的明确承诺。沙特和拜登呢打起了太极。那么沙特承诺来提高它的产能，但是并没有对具体的产量做出一个相关的承诺。而对于沙特而言，一直强调将在欧佩克加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来增加自己的相关的产量。那么这样的话，也对于拜登而言，等于没有得到一个非常确实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另一方面，美国所谓巩固中东盟友体系的目标也落空了。拜登出访前，美国媒体曾放风称，他将在沙特吉达举行的安全与发展峰会上打造包括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在内的军事联盟，甚至组建中东版北约。结果，一些国家明确表示不买账。伊拉克总理卡迪米称，伊拉克以前没有，未来也不会加入任何地区军事联盟。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不知道任何关于海湾以色列防务联盟的讨论，沙特也没有参与此类谈判。其实对于美国的中东盟友而言，现在更希望的是实现地区的稳定，来缓和地区间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中东各国的普遍期待。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希望来组建这次中东版北约，实际上是来进一步的挑起各国之间的矛盾，来进一步激化地区的紧张态势。这与地区各国本身的需求是不相符的。美国通过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离岸制衡来增加更多的筹码，但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所以，中东各国不愿意为美国的利益马首是瞻，也不愿意再次淌这趟浑水，因此寻求了相对比较疏远拜登这一次的提议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拜登此行还妄图将中俄排挤出中东，但中东国家并未随美国起舞。在吉达举行的安全与发展峰会上，拜登向中东各国领导人保证，美国不会离开该地区，留下一个由中国、俄罗斯或伊朗填补的真空。但6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埃及、约旦、伊拉克领导人对于拜登围堵俄罗斯的诉求均没有明确回应，且没有同美国一道发布谴责声。美方还试图逼迫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从公开的表态看，沙特方面给美国泼了冷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相继接受美媒采访。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沙特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并不相互排斥，沙特会继续同时保持与美国及中国的积极关系。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日逐一反驳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略显刁钻的提问，强调反对将中国视作敌人的看法。And 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very clear. Part of this new pact with the region is that China and Russia are enemies. I've never heard the President Biden describe China as an enemy, and I would caution against that. 费萨尔在采访中强调，世界稳定繁荣依靠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The US, I think, will always be our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security partner. But it is also a fact that, as I said, China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that we, in order for the region, the globe, to have a pathway to sustainable prosperity, need cooperation, not confrontation. 在采访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际外交编辑罗伯森还试图在 5G 和 6G 设备建设上挑起对立。Let me pick up on the 5G, 6G. Your commitment to invest in US-made, US-produced 5G, 6G products, does that mean you're going to buy less of Chinese
versions of these products.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what is best for us, so what fits our technological needs,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make ourselves exclusive to one supplier or another, because that doesn't make commercial sense.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前脚刚离开中东，俄总统普京周二又将抵伊朗访问。那么您对此访有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普京这一次访问伊朗呢，确实是备受关注，而且各方关注的角度其实是大有不同的。那么《纽约时报》周一的分析报道标题就说，拜登与中东重建关系，意在遏制中俄，所谓 His eyes are on China and Russia。那么拜登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他上周六在沙特吉达参加由9位阿拉伯领导人出席的峰会上，就特别直白地喊话：我们不会离开，不会把中空留给中国、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来填补，我们将寻求在此刻的这个基础上来建立一个积极有原则的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那么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那么普京此访确实是看点多多。拜登任内首访中东开了2场峰会，那普京这次访问伊朗期间，峰会呢也安排上了，他将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3边会议。注意，除了拜登点名的俄罗斯和伊朗之外，第三方呢还包括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土耳其。普京也将会在德黑兰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当然了，外界同样关切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普京外访期间会不会有所发生？尤其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相当吃重的国际调停者的角色。上周俄乌在接触中断2个多月之后重返谈判桌，就乌克兰粮食出口达成协议安排，也正是在第三国土耳其进行的，而且呢，土耳其还是协议的缔约一方。所以这次德黑兰的会见，普京会不会有新的表态，埃尔多安会不会有新的动议，都被外界高度关切。那么就俄罗斯而言，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普京总统第2次离境出访。3周前呢，俄罗斯总统是前往土库曼斯坦参加里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峰会，当时呢，伊朗总统也参加了这次峰会。耐人寻味的是，那么俄罗斯打响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我梳理公开报道，普京、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以及俄军的总参谋长都已经先后2次离俄。那么后2位，他们作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都是赴乌克兰前线。那么绍伊古正是在第2次赴乌期间呢，刚刚下达了前线俄军结束休整，所有方向全面进攻的一个动员令。我认为这些都是足以折射战场态势、预判战场走向的一个明确信号。也因此，我的一个预判是，鉴于印尼总统刚刚访问过俄乌2国，那么普京受邀前往印尼出席 G20 峰会是大概率的事件。届时美俄元首会不会同场上演互枪式的外交对阵，很值得关注。在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吹风点题无人机之后，外媒都在热炒普京此访伊朗会否签署无人机协议。您对此有何观察？不管无人机协议签或者是不签，我都认为这不是普京访问伊朗的焦点。在我看来，无人机完全就是人为炒作出来的话题。沙利文上周在记者吹风会上刻意拿此说事，这呢是他指向明确的一个所谓议程设置，为俄罗斯和伊朗全面接近、关系升温来人造议程。那么对于沙利文而言，我认为真正关乎国际安全的大问题，反倒是他前任的无心的爆料。那么被特朗普炒掉之后，和特朗普反目的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上周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承认自己在任时曾经策划过海外政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为此呢敦促国际社会要追查。那沙利文他作为在任的国安高官，理应对此做出回应，他更应该就此来澄清自己有没有延续前任的做法，搞类似海外政变的策动。那么就无人机而言，且不说伊朗无人机它的真实水平与战力，单就沙利文的所谓爆料，伊朗外长邵中武在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时呢，已经明确否认要向俄罗斯大规模提供无人机。那么更关键的评估标尺，无疑是无人机在俄乌冲突这5个月来的战场表现和军力的权重。没错，土耳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度曾经被不少西方媒体欢呼炒作为所谓的颠覆性的武备。爱沙尼亚人呢，还曾经破天荒的众筹捐款，向乌克兰捐赠了1架 TB2 无人机。
但是乌克兰靠它逆转战场态势了吗？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宣称，绍伊古已经向俄军下令重点打击乌方中远程导弹和火炮，这显然意味着俄方对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这些个尖端武备是最为忌惮的。就俄方而言，作为全球军事大国，俄军无人机这5个月来的战场消耗想必是少不了的，补库存的必要性应该也是相当之高的。但是无人机在俄军武备版图中的它的位置和分量可从来不是什么 C 位，所以在我看来，西方媒体跟风沙利文炒作无人机，不是没脑子，就是刻意配合沙利文来设置所谓的议程，为普京访问伊朗添堵掺沙子。普京周二访伊朗很容易被看作是与拜登中东打擂台。那么您对于拜登刚结束的任内首访如何评估呢？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的标题很有意思，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拜登首访中东的质问式的责难。Was Biden's Middle East trip worth it？ 拜登这一趟跑中东到底值不值啊？网媒政客的回答显然是不值。政客网昨天刊发的分析长文将拜登这次访问中东形容为冒险之旅，这和《纽约时报》在拜登行前的分析标题是如出一辙。美报上周就提前预判，这是充满政治风险的一次出访。而政客网昨天给出的访后的评分是：声誉受损，利益拿到了吗？美媒最关心的美方的利益当然是拜登的所谓求油的成果，但是在这个直接关联战通胀成败的核心问题上，拜登几乎是空手而归。美媒值不值得追问和质疑，甚至把拜登本人都给惹毛了。他昨天在结束访问重返白宫时，面对记者抛来是否后悔与沙特王储碰拳会面的提问，他竟然按耐不住性子，直接开怼 Why don't you guys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matters？ 为什么你们这些个老纪不能问一些个大事儿要事儿呢？在我看来，拜登这次被美媒普遍判定不及格的中东4天访问，最要紧的一个提问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拜登访问以色列、访问沙特2次都在强调美国不会退出中东，不会让中东出现真空，让中俄来填补云。但是沙特外交大臣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时就2度重申，沙特并不认为和美中两国发展关系是排他性的。我认为这是沙特作为中东大国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拜登当然也应该听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忠告，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更不存在所谓真空。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通电话，双方就因乌克兰危机外溢引发对欧洲的挑战以及两国关系等交换意见。王毅与西雅尔多上一次通话是在4月初，但3个多月以来，欧洲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能源安全已经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在周日的通话中，西雅尔多向王毅介绍了当前欧洲和匈牙利的形势，特别是匈方因乌克兰危机外溢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表示匈方对匈中各领域合作成果，特别是经贸投资合作顺利推进感到高兴，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推动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中国企业赴匈投资，将提供便利和良好环境。王毅说，乌克兰危机不仅给欧洲造成严重冲击，负面外溢效益也波及全世界。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我们并未袖手旁观，更不会火上浇油，始终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劝和促谈。为长远计，各方应探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中国企业赴匈投资兴业，希望匈方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相信匈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欧盟采取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西雅尔多表示，中国从来不是欧洲对手，而是带来合作机会的伙伴，匈方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相互尊重、公平互利的欧中合作。这次的讲话表明了中国一贯的对匈牙利这个国家、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国家，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关系，我们也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通过一个对话和协商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像王毅外长说的那样，最好能够建立一个持久的、持续的、安全的、稳定的欧洲安全架构。当然，这样一个架构呢，还是有待于各方，特别是冲突直接
关系的各方，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盟，要他们来解决。上周三，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采取了禁止木柴和燃油出口等管制措施，以应对俄乌冲突和欧盟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匈牙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超过 95%， 石油依赖程度接近 60%， 但欧盟6轮对俄制裁忽视了匈牙利的能源需求，直接导致匈牙利6月通胀飙升至 10.7%。 此外，今年4月，欧盟以匈牙利司法改革等不利为由，宣布启动制约机制程序，停止向匈牙利拨付70亿欧元的新冠疫情复苏基金等，也令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恶化，多次在对俄制裁中投下反对票。我们看到在能源领域，那么匈牙利主要依赖俄罗斯，所以这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有冲突的。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那么匈牙利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它比较被动。本月，欧洲迎来今夏的第2波热浪，葡萄牙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6摄氏度，该国1周内就有238人因高温丧生。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爆发山火。英国于上周5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发布有史以来第1次极端高温红色预警。高温之下，用电需求激增，欧洲本就面临天然气供应危机，高温干旱导致水力、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下降，让欧洲的能源问题雪上加霜。近期俄乌冲突外溢效应集中在一台涡轮机上。今年5月，北溪1号一台关键性涡轮机故障，俄气公司随后将该管线的输气能力降低 60%。涡轮机制造商德国西门子公司随后将其取回并送往位于加拿大的车间维修，但修好后，加拿大以违反对俄高科技产品禁运制裁令为由，拒绝将其交还，这可急坏了德国政府。在数周的交涉后，加方终于在7月9号给这台涡轮机签发豁免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时称，这是个艰难的决定。有知情人士周一透露，加拿大方面已经于周日把这台涡轮机通过航空物流送到德国，在物流和海关顺利的前提下，5到7天后将被送抵俄罗斯。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打电话表示，乌克兰人永远不会接受加方把涡轮机送给俄罗斯的决定。他还指责加拿大政府违反了对俄制裁。乌方同样也给德国政府施压。德国能源监管机构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克劳斯·穆勒周日就表示，德国需要储存天然气来度过冬天。全球最大的化肥企业挪威雅然表示，该公司过去一段时间疲于应付天然气短缺和价格飙涨的问题，但公司的应变弹性有限。欧盟布鲁盖尔智库指出，虽然俄方还没有全面报复欧盟的制裁，但欧盟现在正在感受被制裁的滋味。一旦俄方停止供应，欧盟的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法填补天然气需求的黑洞。该智库建议，必须将未来10个月内将欧洲的用气硬性降低至少 15%。 俄罗斯和德国和欧盟都处在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那么从短期来看，如果切断这个北溪1号天然气供应，对德国的影响会非常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这条管道长期处于不供应状态、不工作状态，对俄罗斯影响也非常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是它财政收入很大的一个来源，所以围绕着北溪1号，包括能源供应，以后还会有一系列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然气危机警报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周一欧盟外长会再次讨论对俄加码制裁问题。法新社指出，此前6轮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陷入孤立，但并没有击退俄罗斯。据悉，欧盟将跟随7国集团峰会达成的决议，对俄罗斯黄金进行制裁。而刚刚于印尼雅加达落幕的20国集团财长会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因为各国财长在对俄制裁上分歧显著。路透社认为，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乌克兰裔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南在会上攻击参会的俄罗斯代表团，他反对邀请俄方参会，形容这就像邀请纵火犯参加消防队会议。英国《卫报》报道称，尽管会前西方国家多次施压主办方印尼不要邀请俄罗斯，但最后印尼还是顶住了压力，向俄罗斯发出邀请。俄财长西卢安诺夫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加拿大、英国还有呢澳大利亚。为什么这些国家后方国家会反而比较激烈呢？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能源上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依靠，即使切断了和俄罗斯所有的经济贸易联系，对他们也没有影响。我们也要注意在西方国家内部乌克兰移民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影响力，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是乌克兰后裔的移民，所以呢，这些乌克兰移民对所在国的这个对俄政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都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美国财长耶伦也声称，20国集团的会议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据悉，耶伦已经赶往他此次亚洲访问的最后一站韩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将在首尔继续推动拟议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他多次声称要给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限价，并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可继续向国际市场销售石油的豁免。耶伦称，限制俄罗斯油价除了让普京无法为其战争机器获取所需的收入，同时也帮助抑制美国的高通胀。彭博财经的石油战略分析师朱利安里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这个计划真正奏效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普京绝不会将经济主权拱手交给美国，而且俄罗斯石油也不愁买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日警告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外部攻击将引发俄方审判日式的回应。而就在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对此番言论做出回应，没有人会接受俄政客对乌所谓审判日的恐吓，并声称将迎来审判日的是俄罗斯。据报道，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周日向全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做出的这一回应。泽连斯基称，今天俄罗斯发出另一个关于乌克兰审判日的不那么冷静的声明，当然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恐吓。他提到8年前马航 MH17 坠毁事件以及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称这将是俄罗斯的审判日，不是象征性的，不是振振有词的声明，而是真正的审判日。当地时间上周六，乌方2次发出警告，称可能会对克里米亚发起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在乌克兰领海内非法修建的。乌克兰向西方伙伴承诺不使用美欧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但对克里米亚大桥这一限制并不适用。一旦出现技术可能，乌克兰就可能会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当天早些时候，在回答记者关于乌军是否会用海马斯自行多管火箭炮和 M270 自行多管火箭炮系统来袭击克里米亚境内目标的问题时，乌国防部情报发言人斯基比茨基称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塔斯社援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日对2战老兵的讲话说，如果克里米亚遭到攻击，审判日将非常迅速且猛烈的到来。路透社称，关于审判日具体指什么，梅德韦杰夫并未详细说明，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警告美国，试图惩罚像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危险的，称这可能危及人类。梅德韦杰夫还称，如果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北约国家，认为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系统性威胁。我们从梅德韦杰夫前总统的这个讲话中就可以看出，那么俄罗斯是把打击克里米亚看作是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这就是战争性质的改变，这是战争的升级，所以我要加强报复。俄国防部还发布了一段打击视频。根据俄方发布的视频，俄军是用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攻击的海马斯，这也是俄军第2次声称击毁海马斯。7月6号，俄军声称其摧毁了2台乌克兰军队的美制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并发布了攻击视频。对此，乌军随后予以否认，并称这是假消息。那么具体是不是击毁了？我个人还是表示怀疑。那么海马斯现在是乌克兰政府、乌克兰军队手上最有力的抗俄的这个利器，它的使用会非常灵活、非常隐秘，应该是乌克兰政府会采取最大的措施来保护装备的安全，维持对俄罗斯前线的压力。海马斯是一种基于轮式底盘的模块化高机动火箭炮，可以搭载一单元6枚227毫米火箭弹模块，也可以搭载远程高精度战术导弹模块。乌军获得的是搭载6枚火箭弹版本的海马斯，这种火箭炮可以发射射程达80公里的制导火箭弹。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在推特上宣布，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武装部队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同时发布了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在扎波罗热执行作战行动的照片和视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第一批援乌的海马斯火箭炮有4套，未来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炮。剑拔弩张之际，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周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维涅季克托娃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伊万·巴卡诺夫的职务。Сьогодні я ухвалив рішення про відсторонення від пос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та про усунення голови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泽连斯基表示，他对维涅季克托娃和巴卡诺夫2人的管理能力失去信心，目前已下令对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和任何不作为进行评估。泽连斯基称，乌方已经针对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官员发起了650多起涉嫌叛国和通敌的案件调查。目前，对乌执法机构的调查已初见成效，并将继续进行。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日援引乌国家调查局消息报道，乌国家调查局与国家安全局在一次特别行动中联手抓捕了一名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服务的乌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此人在今年3月份前担任地方安全部门负责人。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康先生您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总检察长维涅季克托娃以及国安局长巴卡诺夫的职务，理由是其部门一些员工涉嫌与俄方勾连。对此您有何分析呢？最近爆出来的这个乌方情报部门的丑闻呢，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个乌方的这个情报部门对于这个自身的人员的管理和控制，都已经近乎失控。特别是这个消息这个显示呢，其实有这个将近60名左右的这个乌方的特工呢，是在这个俄战区为这个俄方服务。那么实际上那个应该派到俄战区的这个乌方的特工呢，应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俄军的情报的，但是他们反过来做了双面间谍。这个也说明其实这个乌方的情报机关内部它的无论是士气还是管理都已经到了一个接近崩溃的边缘，所以才这个泽连斯基才做出了这个把这个SBU 就是乌方的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撤职这么一个决定。大规模叛国和通敌案件在乌克兰出现，您觉得这预示着战场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精英内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目前的战局呢已经不抱希望了，特别是随着这个现在战局的长期化，在乌东战场上逐步打成一个僵持战、消耗战的这样的局面，乌方现在实际上越来越不占优势。乌克兰现有的这个国防工业几乎已经完全的崩溃，它这个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炮弹、子弹都需要这个从西方获取援助。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西方如果援助乌克兰这些武器弹药的话，它这个所付出的这个后勤的成本，包括时间上的成本，实际上都是要远比俄军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从这样如果说只算战争的经济账，只算战争的后勤账的话，那么这个消耗战也是对乌克兰方面是很不利的。在乌克兰内部，其实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争论，只不过是迫于这个一些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不敢公开的去这个说赶紧停战吧。有部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报人员就选择用这种与俄方合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目前战局的失望。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俄方长绍伊古访问前线，命令部队发起下一阶段进攻，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俄方现在的这个，它是前段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主动的这个停止攻势。那么这个在这个恢复这个攻势之后呢，其实它的主要的攻击的重点依然是在这个乌东战场上，依然是在这个顿涅茨克州的这个几个主要的铁路枢纽，就是巴赫穆特、索洛维扬斯克、这个克拉马托斯克等等这几个主要铁路枢纽。这也是这个其实在这一阶段可能在未来2个月左右，俄乌双方集中争夺的几个重要的要点。因为这几个城市呢，实际上是这个乌克兰东部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铁路枢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们这个维持战争的后勤都需要这个依赖铁路。这个无论是俄军的这个重炮，还有炮弹的这个输送，还是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西方军援的这个输送，其实都很依赖这些铁路枢纽。那么如果说这个俄军占领了这几个铁路枢纽之后呢，就将进一步的打乱整个这个乌克兰在这个乌东战场上的这个后勤状况。然后这个彻底的削弱这个乌军在这个乌东战场上进行持久战的这个能力。同时对俄军来说呢，就获取这几个铁路枢纽，也可以作为下一步继续进攻的一个跳板。周日，民进党举行全代参选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的18名候选人悉数亮相，其中14位县市长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授意下上战场。台媒就此讽刺，满城尽是英文系。民进党全代会为年底县市长选举造势，推出的18名候选人在会上悉数亮相。我们有信心要打赢这场选战。民进党动算，民进党动算，民进党动算。18位候选人除了3个连任、1县市初选，14位县市长都是在蔡英文授意下上战场。台媒指出，2018年是民进党县市长选举最惨烈的一次，民进党在22个县市中只掌控6席，蔡英文当时引咎辞职。不过短短不到2年后，蔡英文连任成功，拿下800多万票，这也让他在这次县市长选举的布局中势必要能让自己做得更稳，而且还要一口气布局到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第2任通常都会有跛脚现象，所以他很多的作为，除了历史定位，他就要接着剩下的2年不能让所有人看不起。那看不起要的第一个一定要先抓住权。那台湾的权就来自于选举布局。这一次的候选人名单由蔡英文直接把控，但他所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却是争议颇多。以6都来说，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是落跑卫福部门负责人兼防疫指挥官，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原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手下败将，而且喊了24次不选新北，最后才勉为其难同意参选。桃园市长候选人林志坚是落跑新竹市长，深陷论文抄袭风波。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原是立法机构副主管，但是民意支持度不高。寻求连任的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日前殡葬业丑闻疑云缠身，想要连任的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担任行政机构副手，成绩平平，在高雄市长任内政绩也并不特别高明。这样的布局也考虑到他要扶植自己的派系，因为其实在蔡英文没有上来之前，民进党里头是没有英系这个派，现在不但英系着装了，这次在6都的提名里头，其中有4个人都是属于英系，所以你可以可见蔡英文的那种权力欲望，还有对于自己跛脚的焦虑，几乎超过了一切。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陈时中，对他的批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原因在于，在台湾疫情尚未完全退散情况下，作为防疫部门负责人的陈时中却落跑来参选台北市长。就在周日当天，台湾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2.4万例，全台病亡人数累计已达8224人。也请各位坚守岗位，那记得投我一票。台北之战蓝绿白3方之争的态势逐渐明朗。最新媒体民调显示，若陈时中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竞逐，支持度分别为29.9%、35.2%、25.9%。蒋万安微幅领先陈时中居冠。民进党如果说他们在防疫物资的准备上面能够像选举布局一样这么快，台湾的疫情早就被控制，不是每天公布大咖围绕在周边壮声势，因为市民才是真正的主角。陈时中有如此大的争议，为何蔡英文非要其选台北市长不可？原因很简单，分析认为，其一，台北市作为最重要、有着标志性选战的城市，各政党都看重台北市长的选举，且今年台北市长选战是3足鼎立的局面，民进党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蔡英文非常重视台北市长的人选。其二，蔡英文2024年将卸任，他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马，为其卸任后保
驾护航。而陈时中是蔡英文的心腹之人，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蔡英文要顶住各种反对声音，也要让陈时中选台北市长，这早就是蔡英文预定好的口袋人选。表现最好的，真正能够端得上台面的，除了所谓英系大师兄陈明文之外，大概就是新串起的陈时中。因为在疫情里面，他曾经创下91个百分点这种支持率，蔡英文就看到他，那看到他一路投资到现在，有一种很不服输的态度，他不可能在自己的选择上面告诉你说我选错了。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会，周一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夏宝龙引述习近平主席讲话表示，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对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引作用。新一届特区政府要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共谱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夏宝龙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郑重宣示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长期坚持，深刻总结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对香港未来发展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揭示规律、方向和大势，科学回答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主席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野，理清了香港发展的历史脉络，回答了香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就像一座灯塔，为香港发展裹清迷雾，指引香港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夏宝龙强调，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用4个必须精辟总结了25年来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是一国两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科学指引。要深刻体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这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总要求。深刻领会，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是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的关键所在。深刻领会，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深刻领会，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对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引作用。希望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牢记习主席的嘱托，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共谱香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夏宝龙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希望，根植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为香港实现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行动指南。一是要突出有为政府建设，把着力提高治理水平落到实处；二是聚焦实现更好发展，把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落到实处；三是有力回应民众期盼，把切实排解民生忧难落到实处；四是团结凝聚各方力量，把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落到实处。香港分会场以视频方式参加了研讨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多位司局長出席。今次嘅研討會讓所有嘅參與人呢都更加了解主席重要講話就一國兩制嘅重要邏輯同埋重要理論，係帶嚟里程碑嘅意義，亦都讓我哋更加認識一國兩制係經過反覆檢驗，係從國家戰略同埋大局嘅考慮，以及一國兩制係符合國家同埋香港嘅根本利益同埋長遠利益。
李家超表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重申“一国两制”是中央长期坚持的好制度，“一国两制”在2047年后无理由需要改变，未来要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国家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势相统一，一国越牢固，两制优势就越彰显。李家超又指，习近平主席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及4点希望，为特区政府未来5年施政提出大方向及指导。他表示，目前特区政府正在落实不同方面措施，让政策局有更清晰的权责。特区政府也会全力将香港建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重视青年发展，制定发展蓝图，为他们实现梦想创造机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会后指出，夏宝龙在研讨会中向出席者解读及说明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了习近平所讲的4点希望是特区政府的行动指南，希望特区政府可以落到实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习近平7.1讲话强调一国两制是总的原则，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是香港高度自治的源头。他说，在一国之中，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市民需要尊重，这是日后一国两制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习近平7.1重要講話在香港社會也持續引發熱烈反響。夏主任啦嚇，佢呢個講法咧係我最有感觸，就係嗰個落到實處，因為佢其實係因應國家主席習近平嗰4個希望而做一個精闢嘅解讀。咁最重要就係落到實處。特區政府今屆亦都好強調係實幹型。咁夏主席都經常講話要做好事、做到事、做實事。咁我好希望咧呢一個係即係特區政府都能夠明白呢一個，所以呢個就係我對佢落到實處咧呢4個字係我係最有呢一個感覺。